噜，五脏庙的造反声惊醒了罗云起，他有些纳闷儿，刚吃完夜宵，怎么这么快就饿了？睁开眼便看到两个小小的身影，鸦雀一般的挤在一起，正瞪着乌黑的小眼睛瞅着他。罗云起一阵惊愕，猛地坐了起来，两个小家伙吓了一跳，齐齐往后退了一步。嫂子，你醒了。嫂子？听到这个称呼，罗云起一脸蒙圈。等等，这俩孩子的衣着怎么是古代的？你们是？嫂子，我是蓉蓉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？你是韩蓉？你是韩墨？韩蓉顿时破涕为笑。是蓉蓉呀。韩墨也跟着鸡啄米般的疯狂点头。嫂子，你刚才可吓死我们了。看着紧紧围着自己的两个小不点儿，罗云起的表情逐渐从惊愕转为了呆滞。要不要这么惨啊？居然穿进来一本励志的男主升级文，而且还穿成了出场只有10几章的悲催女配。原主的夫君正是这两个小萝卜头的哥哥，姓韩名烨，父母早亡，拉扯着两个弟妹艰难过活。在他双亲还在的时候，曾和隔壁村的罗家有过婚约。不想10几年过去了，罗家发迹了，就想悔婚。韩烨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主，带着弟妹跪在村长家门口求公平。罗家没办法，只得把没了亲娘庇佑的罗云起嫁给了他。蓉蓉，快过来，让嫂子歇一会儿。瞧着韩墨小心翼翼的模样，罗云起不由狠狠地唾弃了一下原主。再不顺也不能拿两个孩子出气呀，咋忍下心的？伸手把6岁的韩蓉抱了起来，柔声地说道：没关系的，你们都饿了吧？嫂子这就去给你们做吃的。来到了厨房才发现汤碗皆空，没发迹前的韩烨简直不是一般的穷啊！屋里除了2张床再无他物，厨房里也只有4个破碗和一口豁了牙的锅。罗云起一阵无语，怎么比书上写的还要惨烈？韩墨窘迫地抬起了头，讷讷地说道：先和哥哥玩一会儿，嫂子肚子疼，要赶紧去茅房。韩蓉懂事的点了点头，自己跳到了地上。罗云起已跑到了后院，随着他的意念，超市再次出现。他激动地抓向了鸡蛋，不想竟然真的拿了出来。看着手上的食物，罗云起终于没憋住，蹲在地上狂笑起来。金手指啊！有了这么牛掰的金手指，他还至于挨饿吗？立刻把6个鸡蛋全部拿了出来，顺便又拿了一个西葫芦。这东西炒鸡蛋还是挺好吃的。本来罗云起还想拿玉米面，只可惜那玉米面是50斤一袋的，他试了一下没拽动，看样子只能打开袋口用碗盛了。他用衣兜兜着鸡蛋，兴冲冲地往前屋走，院门却在此时开了。一个身材瘦高的少年从门外走了进来，少年18、19岁的样子，好俊俏的少年郎啊！回来啦。嫂子，我哥去集市上卖柴火了，咱们还是等他买回东西再做饭吧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罗云起也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。转身之际，耳边忽然响起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：欢迎光临，请主动测温，戴口罩。罗云起愣了一下，这不是他家超市门口的小挂件吗？难道他幻听了？惊讶之际，超市已如全息屏幕一般的出现在了眼前，里边的陈设和往日一模一样，只是东西少了许多。比如米粮类，原本是各种米豆都有，现在只剩下了玉米面；鱼肉蛋类则只有6个鸡蛋，油类的货架直接就是空的。蔬菜倒是零零星星的有一些，但却一只巴掌就能数得过来。小食品类也是空的。待了半晌，他试探性地伸出了手，摸向了离自己最近的几个鸡蛋。老天鹅啊，这触感竟然是真的！要不是怕吓到那2个孩子，罗云起都想放声大笑。他居然把自己家的超市给带来了。为了试试能不能拿出东西，罗云起赶紧放下了韩蓉。蓉蓉乖啊，我自己私房钱买的不行吗？反正超市也没什么东西了，他也用不着和韩烨装笑脸了。等了一会儿，却没有听到提示音，赶紧趁着3人不注意，把一小捆菠菜和4个土豆全给拿了出来。没有米，罗云起便把土豆烀了当饭，另外又用2个鸡蛋炒了半个西葫芦。
他虽然会烧这种大锅。半个小时后，罗云起端上了菜和土豆，韩墨不由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，但却没敢动筷。韩荣的眼珠子更是不住地瞟着他。罗云起一脸无语：“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快吃吧。嫂子先吃，一起吃吧。”罗云起，你又想搞什么鬼？罗云起本来就为玉米面下架的事生气，听他这么一问，火顿时冒了出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看不到我给孩子们剥菜吗？俩小的顿时吓住了，拿着筷子又不敢动了。罗云起柔声说道：“没事没事啊，嫂子和你哥闹着玩呢，你们俩赶紧吃。”看着罗云起对弟妹温声细语，韩烨眉头微展，只是心中还画着弧。今天的罗云起怎么和变了个人似的，处处都透着古怪。夹了一口西葫芦尝了尝，滋味还不错。抬头又见罗云起扒了一个土豆放到了韩墨的碗里，冰冷的眼眸里终于多了一丝温度。男主好感度+5，白菜重新上架。罗云起顿被噎住，剧烈的咳嗽了起来。这好感度就像过山车，一上一下的，谁能受得了啊？韩烨犹豫了一下，伸手在他背上拍了拍。韩墨，快去给你嫂子倒碗水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进去吧。我给你留了菜，你再去吃下吧。跺着脚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磨叽呢？我已经饱了。”罗云起忙活完了，他又犯了难，睡觉可咋整啊？一想到和个大男人一被窝，罗云起就浑身不自在。喂，你还不睡啊？你先睡吧，我等会儿。我不困，白天睡多了。韩烨看了他一眼，人却没动。你赶紧的吧，你别磨磨唧唧了，跟个女人似的。罗云起再次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：男主好感度+5，手工面条上架。罗云起的眼睛一下子变瞪得浑圆。罗云起，加油啊！给自己打完气。罗云起又磨叽了一会儿才回了屋。累了一天的韩烨早已睡了，他侧着身，小臂贴在脸上，明朗的线条带着一股男人独有的力量感，一双眉头微微拢着，仿佛有着什么难解的心事。罗云起悄悄地看了他一眼，便小心翼翼地脱了鞋，裹着衣服躺在了他的旁边。因为原主身体虚弱，躺下没一会儿，罗云起就开始昏昏欲睡，迷迷糊糊中好像有人给他盖了什么东西。嫂子，你怎么哭了？嫂子没事，沙子进眼睛了。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会买米回来。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喂，你站住，你还没吃饭呢。罗云起喊了一声，韩烨也没有回头。罗云起有些无奈，昨晚韩烨就没怎么吃饭，今天又去砍柴，身体哪能受得住啊？转念一想，反正他有主角光环，怎么也是死不了的，还是多操心下两个小的吧。看着热气腾腾的面条，嫂子，这是什么呀？是面条，赶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韩荣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，又放下了筷子。嫂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罗云起咽了一口唾沫。嫂子不饿。韩墨立即站了起来。嫂子不吃，我们也不吃。韩荣也用力的点了点头，赶紧象征性的加了一点。韩墨和韩荣这才动了筷。看着空荡荡的盆底，韩墨这才想起他大哥还没吃饭呢，小脸顿时红了起来，指着韩荣的鼻子说道：哎呀，都怪你，把大哥的都给吃没了。韩荣小嘴一扁，看着韩墨说道：你胡说，分明是你吃的多。没事啊，等你哥回来，嫂子再给他做。嫂子，咱们家还有吗？罗云起只好骗他们，还有呢。随后又叮嘱道：好好带妹妹玩，再吵架嫂子就不喜欢你们了。嫂子放心，我保证听你的话。罗云起拿着空盆出去，又灌了2大碗水，可这肚子还是咕咕直叫。无奈间，他又打开了超市，却看到了让他惊愕的一幕：货架上竟然再次出现了6个鸡蛋、2颗白菜、西葫芦，以及昨天他拿出来的菠菜和一小堆土豆，以及一袋1斤装的面条。难道这货架还能自动补货？周期就是24小时？未免好感度降低，东西再次消失。罗云起借口收拾仓房，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拿了出来。昨天他只炒了2个鸡蛋，还剩4个，
加上今天的6个，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。就算韩烨拿不回来钱，这些加起来啊，今晚也能吃顿饱饭了。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油，滋味差了许多。罗云启再次打开了超市。嫂子，你醒啦？以后这种事嫂子自己来就行了，你就别端了，知道吗？嫂子，是不是蓉蓉哪里又做错了？罗云启心头一软，伸手把她抱了起来，柔声说道：蓉蓉没做错，是嫂子错了。从今以后，嫂子一定会好好对你和你2个哥哥的。刚说完，就听到了一声轻咳，回过头才发现韩烨就在自己身后站着，黝黑的眸子中噙着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。喂，你走路怎么都没个声啊？要吓死人啊！我以为你还在睡着呢。罗云启白了他一眼道：我又不是猪，哪会睡那么久？看着他娇嗔的模样，韩烨的眼中的冷意略微消散。罗云启已洗完了脸，来到了厨房，将白菜拎了出来。韩烨回身正好看到了白菜，这是我从母家借的，等以后有了钱我再还给他们。韩烨的疑虑顿被打消了。都拿了什么？你自己写好。放心吧，我都记着呢。回想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几十年，只觉鼻子发酸，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。韩柔眼尖，看到罗云启哭了，上边还是干干净净的，接着又打开多次，还是什么都没有，估计和他想的差不多了。恍神间，忽然听到了一阵哭声，好像是韩荣的。罗云启立即跑了出去，只见韩荣坐在土堆里，一个半大的孩子正在推搡韩墨。罗云启顿时火了，一边跑一边喊：谁家的小崽子，给我滚一边去！再敢碰韩墨一下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话音刚落，一个拎着水舀子的女人就从隔壁走了出来。女人25、6岁的样子，吊梢眉，高颧骨，一看就不是个让人的主。大天白日的，谁在这放屁呢？一个没爹没妈的小崽子，打就打喽！我今天倒想看看谁敢动我儿子。听到这话，罗云启顿时火了，一把把那半大孩子扫到了一边。动你儿子又怎么样啊？你打我弟弟就是不行。罗云启力气再弱，那也是个大人，一下子就把那孩子推了个跟头。女人顿时不让了，抡起水舀子就往罗云启的脑袋上砸，嘴里还尖酸刻薄地骂道：还以为这是在罗家村呢啊！还以为这是在罗家村呢啊！韩烨惯着你，老娘可不惯着你。那你就过来试试啊！姑奶奶今天好好的惯惯你。罗云启那也不是被吓大的呀，一巴掌打飞了水舀子，就和那女人撕扯到了一起。女人打不过他，顿时扯着嗓子大喊：哎呦，快来人呐！啊，快来看看呐！老罗家的女人在这撒疯欺负人。刚刚喊完，就被罗云启一脚踹到了地上。女人见势不好，立即跑回了院，一边哭一边喊：哎呦，杀人哦！罗家的女人仗着娘家有钱要杀我哟！4月份的天气算不上太冷，不少人家都开着门，听到女人喊，顿时都走了出来。众目睽睽之下，罗云启掠了掠被抓乱的头发，冷笑了一声道：少在那乱咬！要不是你家的小崽子动我弟妹，我才懒得搭理你这个泼妇！赶紧滚出来，让你儿子给我弟妹道歉！女人泼辣得很，站在院里跳着脚大骂道：倒你娘的腿！谁看到我儿子打他们了？罗云启几步就走到了他家院子门口，恶狠狠地说道：你再骂一句！眼见罗云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，女人顿时怕了，闭住了嘴。他儿子见老娘败下了阵，赶紧对韩墨说道：我错了，我不该推你妹妹。姓罗的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罗云启不屑一笑，伸手抱起了蓉蓉，柔声问道：你没事吧？摔疼没？罗云启赶紧哄蓉蓉：乖，不哭了啊，咱们回家。这还是韩烨的媳妇儿吗？怎么好像变了个人？回到院内，罗云启又把2个孩子拉到面前，好好的检查了一番，确定没有受伤，这才放下了心。做得对，以后要是有人欺负妹妹，你就狠狠的揍他。韩墨顿时瞪大了眼，以前嫂子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不是说谁打
都不要还手吗？免得打坏了人家还得赔。以后再挨欺负就回来告诉嫂子。太阳落下地平线的时候，叶子进了院，手上还拎着一袋顶多2斤的小袋子。你们都饿了吧？他问的是大伙儿，看的却是罗云起。这询问的一眼让罗云起的心中一暖，笑了笑说：“不饿，你一定饿了。我这就给你做饭去。”罗云起偷偷去仓房取回了那1斤面，把菠菜切一点做调味，又打了4只荷包蛋，10几分钟的功夫，面就做完了。看着一盆子香味扑鼻的白面条，韩烨的瞳孔震了震。这是什么呀？是面条。韩烨显然没听过这个词，不禁又看向了罗云起。罗云起给他盛了一碗，又加了2个鸡蛋，吃吧，要不死你。随即又给韩墨和韩荣分别盛好，一人加个蛋。韩烨看了看没几根面的盆，皱眉问道：“你的呢？”罗云起笑了笑：“我去要点粥，我不爱吃这个。”回到厨房，顿时听见了秃噜面条的声音。罗云起的鼻子有点酸，自己真是太伟大了，都快感动哭了。奶奶的，他也饿呀，来了2天就没吃饱过，等明天再吃面条，自己说啥也得分一碗。思量间，韩烨已经走了出来，用干净的碗装了一个卧鸡蛋递了过来，垂着眼眸说道：“我没碰过，你吃吧。”男主好感度+5，玉米面上架。罗云起顿时激动了，如果韩烨不对他减少好感，那就意味着每天他都能得到1袋子玉米面，这下子可以放心吃了。过度的激动让罗云起腾地站了起来，把韩烨给吓了一跳，往后退了一步。接着系统再次响起了提示音：男主好感度减5，玉米面下架。靠，这也太快了吧！难道我会吃了它吗？至于这么防备吗？罗云起的好心情瞬间就没了，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：“我没胃口，你要是不吃就留给韩墨和蓉蓉吧。”韩烨顿时拧起了眉头，刚刚分明看到他很高兴啊，这又是怎么了？未免罗云起心情不顺和自己撒气，韩烨便没再谦让，把鸡蛋拿回屋。罗云起蹲在锅台前骂了一会儿娘，粥也差不多了，稀里糊涂地喝了几口，便回床上躺着去了。无力心累，想老娘。见嫂子躺着，2个小的也不敢闹了，都乖乖地趴在床上。罗云起躺了一会儿，人就开始迷糊，半梦半醒中，有人给他盖上了被。没一会儿，罗云起就听到身边传来了轻轻的鼾声，转过身，只见韩烨背对着他，4肢蜷缩在一起，跟个小流浪狗似的，看起来十分的可怜。犹豫了一下，朝他贴了贴，把被子给他搭上了一半。黑暗中，韩烨睁开了眼，半晌又闭上了。男主好感度+5，上架豆油1桶。罗云起顿时僵住了，难道韩烨还没睡？总不能他在梦里对我有好感吧？老天啊，这也太尴尬了吧！为什么这回不是玉米面了？难道超市每次上新的东西并不是固定的？这也足够罗云起兴奋的了。没有油的菜肯定不好吃，再做几天饭啊，锅都容易被他刨掉一层皮。可是现在他却不敢动，生怕韩烨没睡着，一直等到他呼吸匀称，罗云起才轻手轻脚地爬了起来。韩烨再次睁开了眼，嘴唇抿得紧紧的。他就知道罗云起对他们这么好，肯定没好事儿。果然他受不住穷，想偷偷跑喽。想到罗家当日的羞辱，韩烨眼神顿冷。既然罗云起的心不在他这儿，硬留着也没意思。罗云起已拿出了豆油，正想着往哪儿放能不被发现，毕竟这是塑料桶，被人发现了根本没法解释。琢磨之际，忽听有人说道：“二娘说的是这家吗？”另一人道：“没错，罗家的小娘们儿竟然敢欺负咱们妹妹，今天非让她给二娘磕头认罪不可。”罗云起赶紧找了块破布盖上了油，却听咚的一声，好像有人跳进了院儿。罗云起吓了一跳，拎起了镰刀便从仓房走了出来，迎面就见2个大黑影。那黑影显然也发现了罗云起，唰的一下点着了火折子，幽暗的火光顿时照在了罗云起的脸上，顿把2人吓得妈呀了一声。放开他！一道高大的身影从门口处冲出，一脚踹在了那人的身上。那人嗷的一声放开了罗云起，罗云起赶紧爬起来，
接着便见韩烨又挥出了一拳，将另外一个打倒在了地上。罗云起有些惊讶，想不到韩烨这么能打。等他点亮了火折子，俩人已经跪在地上求饶了。韩烨一脸阴沉地踩着一个人的胸口，周身都散着一股让人心惊胆寒的威势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谁让你们来的？两人吓得要死。没人让我们来，是我们自己想来的，我们就是想来偷点东西。你们胡说，分明是那家的小媳妇儿让你们来的。罗云起狐假虎威地走到了韩烨的身边，叉着小腰指着其中一人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人被踩得连连哀嚎，只得招：我妹妹是李二娘，谁让你媳妇打她了？韩烨不由看向了罗云起，目光中带着几分询问。哥哥，你不要怪嫂子，是大宗子推了我，非要打哥哥，嫂子才教训他的。大宗子他娘就和嫂子打架了。韩墨也连忙解释道：嫂子都是为了我们。看着连连解释的弟妹，韩烨不禁转向了罗云起。乖，别怕，没事的。他目光如水温柔，不像是装的。大兄弟饶命啊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韩烨见没伤到罗云起，便沉声说道：赶紧滚！再敢来这找麻烦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两人如蒙大赦，顿时连滚带爬的就跑了。没下老板？没有。罗云起低着头答了一句，忽然又想起了好感度，忙又夸赞了一句：幸亏夫君来得及时。韩烨又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便伸手抱起了韩荣。回屋吧，以后遇到了什么事就告诉我。罗云起哦了一声，跟在了他的身后。两个小的却有些兴奋，七嘴八舌的说着他们嫂子白天的英勇事迹，听得罗云起提心吊胆，恨不得立即把他们的嘴给缝上。要是被韩烨认定成泼妇，好感度又得掉了。但是他的担心似乎有点多余。吹灯的时候，罗云起再次听到了美妙的系统提示音：男主好感度+5，玉米面上架。我去，终于等到玉米面了。罗云起忍不住幻想了一下他饼子的滋味，未免好不容易冒出来的主食消失。他再次谎称去厕所，来到仓房，把一袋子玉米面给拽了出来，随后又费劲巴力地搬到了墙角，找些稻草给盖住了。做好这一切，罗云起重新回屋，盯着韩烨呼吸清浅，好像没睡着，不由扭捏了起来。一想到韩烨那紧实的肌肉线条，脸又开始发烧。随即就听韩烨闷闷地说道：地上狼，上来吧。犹豫了一下，上了床。两人背靠着背，一股温热从韩烨的身体上传来，顿让罗云起有了一种安心之感。没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睁开眼，天已经大亮了。你要是困的话，就多睡会儿。这算是在关心他吗？忙笑着说道：我不困，我这就给你们做饭。韩烨了一声，就去仓房拿柴火。罗云起怕他发现那些东西，赶紧把他拦住了。以后这些粗活都我来吧。你要是没事呢，就读书，说不定还能考个功名。韩烨诧异地看了罗云起一眼，以前罗云起不是反对他读书吗？罗云起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不由暗骂原主目光的短浅，朝韩烨笑道：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嘛。男人多做学问才是正经的。你要是以后再卖出钱，就别买米买菜了，留着去私塾吧。韩烨沉默了半晌道：我不能让你们饿着。放心吧，不会挨饿的。一会儿我就回母家再借些米粮，等你中了功名，一起还上就行了。韩烨那剑锋般的眉头顿时又拧了起来。你娘亲去得早，如今二娘当家，怎么会给你东西？我不想因为我想读书而让你回去受气。这话说的罗云起心里暖乎乎的。那也没事儿，我还有些小金库，就藏在我们村子里一棵树下，等我回去挖出来，也够咱们吃一阵子。那我跟你去。俩小的也嚷嚷开了：嫂子，我们也要去啊！这可不行啊，人多了就会惹人怀疑。吃完饭你哥去砍柴，你们俩就在家里乖乖的等着，不然嫂子就不喜欢你们喽。眼见罗云起说的煞有其事，韩烨便点了点头。也好，但你小心些。几人说话之际，邻居李二娘也回了娘家。昨晚他就听到韩家院子里吵吵闹闹的，还以为自家的兄弟得了手，如今却见哥哥和弟弟都被打得鼻青脸肿，顿时气得要死，恶狠狠地骂道：
姓罗的小浪蹄子，老娘要不好好治治这个李字，就倒着写。吃过早饭，韩烨已拿着镰刀上了山。罗云起安顿好2个小的，便溜溜达达的出了院。没走多远，就碰到了李二娘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呸！小浪蹄子，怎么走着瞧？罗云起身子一横，把他给拦住了。喂，骂谁呢？瞧着罗云起柳眉倒立，双眼瞪得浑圆，李二娘顿时怂了。这年头捡啥的都有哈，还从来没有见过捡骂的。罗云起点了点头，笑吟吟地说道：这话也没错啊，一脸黄花的老贱人，你可以走了。李二娘气得要死，指着罗云起的鼻子问：你骂谁呢？罗云起撸了撸袖子，说道：妈，你也想捡个骂回去啊？呸！这么走着瞧。李二娘见周围无人，真动手啊，自己肯定还得吃亏，就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便小跑着往家里走了。罗云起嗤笑了一声，得意地走了几步，立马找个没人的地方把系统给召唤了出来。大概是因为他是在12点前拿的豆油，现在超市里不但又刷新了之前的面条、蔬菜和鸡蛋，竟然连豆油也刷新了1小桶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个大苹果。这是怎么来的？罗云起瞅着苹果愣了半天，才想起昨天半夜韩烨的好感度又增加了5点。这不是要发了吗？要是天天有豆油、玉米面以及蔬菜水果，还用得着韩烨去砍柴卖钱吗？他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卖卖，哪样不比柴火值钱呢？想到未来的幸福生活，罗云起的眼中顿时冒出了无数颗灿烂的小星星，然后就将这些东西全部都拿了出来。1刻钟后，罗云起抱着蔬菜油桶还有鸡蛋回了家。嫂子，你真的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居然又有面条。韩荣则盯着油桶好奇：嫂子，这是什么呀？是油，咱们把它倒在坛子里，晚上炒菜。韩荣好奇地伸出了手指，往塑料桶上捅了捅。嫂子，这油是用什么装的呀？是一种塑料。咱们不要这个了。嫂子，这个又是啥？瞅着孩子连水果都不认识，罗云起不由一阵心酸，摸着他的小脑袋道：是酸酸甜甜的苹果。来，嫂子给你们洗一个。嫂子，苹果好甜啊！嫂子，苹果好好吃。罗云起这边正在点火，把2个豆油桶全部毁尸灭迹了。今晚上嫂子给你们好好的炒一顿菜吃。韩家嫂子，不好了！韩家嫂子，不好了！韩大哥让官差给抓起来了！罗云起手腕一颤，大饼子顿时甩到了墙上。怎么回事？官差为什么要抓韩烨？那少年咽了口唾沫，说道：本来我和韩烨买完柴要往回走，突然一堆官差冲了过来，说韩大哥偷了别人的东西，就把他抓县衙去了。堂堂未来的丞相会偷东西？县衙在哪儿啊？你能不能带我去啊？少年憨厚地应了一声：行，嫂子，我这就领你去。韩墨和韩荣一听哥哥被抓，顿时都吓哭了。蓉蓉乖啊，你跟二哥在家里好好待着，嫂子去就回。嫂子会救我哥回来吗？罗云起被他哭得心里直难受。你们放心，嫂子一定会把你们大哥救出来，记得锁好门，谁敲都不要开啊。老妈子般的交代了一番，便跟着那少年一路小跑出了村。路上才知道，少年叫刘成武，比韩烨小1岁，家住在村西，打小就是和韩烨一起长大的，后来又一起结伴上山去砍柴，平日都好好的，也不知今天是怎么了。太阳西下之际，终于来到了县衙的门口。嫂子，咱们要怎么办呀？听说县老爷家的公子得了天花，正忙着四处求医呢，哪会轻易见咱们呢？刘成武揪着衣角，脸上又着急又紧张。成武啊，你确定县老爷的公子是得了天花吗？刘成武点了点头。确定，这事儿头几天就传开了。罗云起皱眉想了一下，随即点了点头。如果他的公子真的得的是天花，这件事说不定就解了。说完，便就走到了明渊谷前，拿起鼓棒，咚咚咚地敲了起来。方县令正在后堂的长廊里来回地踱着步子。这几日儿子出了天花，
发热不止，已经昏睡了好几天，找了几个大夫都不见效。何人如此大胆，竟然敢在此时击鼓鸣冤？回大人，是个村妇，说是有治疗公子的药方。什么？方县令顿时一阵激动，此话当真？手下低眉垂眼地答道：他是这么说的。方县令一甩袍子，本令定会调查清楚，还请罗姑娘跟我看看犬子的症状。罗云起也知道这件事急不得，便跟着方县令去后堂。到了门口，见众人的脸上都围着布，看样子古代也不尽是庸医，至少还知道天花会传染，便也扯了一块布捂住了口鼻。内室一个18、19岁的小公子躺在床上，面色潮红，昏睡不醒，下颌边还有很多丘疹，的确是天花的症状。装模作样的查看了一眼，遂点头说道：用香菊生麻以及葛根粉熬汤，一部分用来清洗丘疹，另一部分用来内服。若公子真的是天花，今晚应该就可以退热。方县令大喜，忙让人去准备这些东西。另一方面，则让捕快去调查寒夜的事。天黑时分，药已经熬好了，方县令马上命人给方公子灌了下去，又让人给他擦拭身体。只是寒夜的事还没有消息，就这样无比煎熬的过了一夜。罗姑娘，公子醒了，县令大人叫你过去呢。陆之，还不谢谢你的救命恩人。那公子抬起了头，不由得呆愣了一下，才对罗云起欠身。多谢罗姑娘救命之恩。罗云起连忙回礼，声音清脆地说道：举手之劳，公子不必放在心上。旋即又转向了方县令。我夫君他……方县令一拍脑袋道：哎呀，快来正堂，我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。罗云起赶紧随着县令来到了正堂，寒夜正身板笔直的在堂中站着，他的身后还跪着3个人，其中一个身穿衙役服饰，另外2个则是平民打扮，正是李二娘的2个兄弟。看到罗云起，寒夜的眸中才多了几分别样的情绪。方县令也乐呵呵地走了过来。韩公子，莫要惊慌，是本县治下不周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如今已查清，是李大牛兄弟与衙役崔成勾结，陷害了你。如今已经真相大白，你可以和你媳妇回去了。旋即一拍惊堂木，来人，将崔成衙役府扒去，永不录用。与李家兄弟将崔成衙役府扒去，永不录用。与李家兄弟各杖子20。顿有几个衙役冲上来，将3人拉出去一顿暴打。寒夜有些诧异，却还是单膝跪地，不卑不亢地说道：多谢大人为草民伸冤，草民寒夜叩谢大人恩典。都起来吧，以后有什么事你们可以直接到府衙来找本令啊。几人再次道谢，便出了县衙。刘成武因为这件事也在县衙待了一夜。没想到嫂子这么厉害，竟然敢来县衙击鼓鸣冤。罗云起瞧了寒夜一眼，笑道：夫君被抓，我哪有个不急的。寒夜立即看向了刘成武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刘成武立即把罗云起给方公子献药方的事说了一遍。得知罗云起竟然会治天花，寒夜的眸子不由微微的眯了眯。却听罗云起哎呦了一声，寒夜顿时停住了脚步。怎么了？罗云起不好意思地说道：昨天走得太急，脚出了泡。我慢慢走吧，你跟成武先回去，韩墨和蓉蓉在家里，我不放心。寒夜忽然拉住了他的胳膊，罗云起吓了一跳，惊呼了一声道：你要干什么？寒夜已将他背了起来，声音不悦地说道：你自己走，难道我就能放心吗？可是路这么远，你会累坏的。罗云起挣扎着要下来，寒夜却紧紧地按着他的腿，男友力爆棚。别乱动，这点路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瞧着人家2口子背着走，刘成武顿时识趣的跑开了。韩大哥，我都出来一夜了，我娘肯定会担心的，我先走了。一起走啊！刘成武也没回头，片刻就跑没了眼儿，只剩2人，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。罗云起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说什么都要下来。寒夜也来了倔脾气，抱着他的大腿死不放手。罗云起在他身上蹭来蹭去，忽然一低头，瞅见寒夜走姿别扭，一张脸腾的就红了，再也不敢动了。眼看着快到村头了，罗云起才小声说道：你快放我下来吧，让别人看到不好。寒夜嗯了一声，放下了他。不用扶着，我自己能走。我们是夫妻，你怕什么？罗云起正要说话，忽听远处有人喊道：哥，嫂子。抬头的功夫，韩墨和韩荣已经扑了过来。哎呀，
是不是饿了？嫂子对不住你们，昨天走得太急了，就做了那几个饼子。柔柔，快下来，你嫂子脚都走坏了，别让你嫂子抱了。韩墨也十分懂事的说道。嫂子，我背你回去吧。瞧着他干瘦的小样，你们能有这份心，嫂子就知足了。你哥背了我一路，已经好了不少了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四人回家之际，罗云启击鼓鸣冤的事却在村里传开了。有人说罗云启是个悍妇，不怕死；也有人说县老爷英明，还了韩烨清白；还有人说县老爷亲自送罗云启出来的，罗家和县老爷肯定认识的。李二娘正想往娘家去探听消息，一听这话，顿时冒出了汗，立即把正在白话的刘长武叫了过来。成武啊，快给嫂子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李二娘刁得很，在村里人缘也没多好。刘长武一见是他，立即唾沫横飞的骗他道：韩嫂子可厉害着呢，不但敲了鸣冤鼓，还被县老爷请进了门，还留我们在县衙住了一夜呢。李二娘一听，冷汗顿时蹭蹭的冒，没想到罗云启还有这种关系。再听自己的两个哥哥都挨了揍，顿时就站不住了，一咬牙，从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，用衣服兜着走进了韩家的门。罗家妹妹，哎呦，这还没吃饭呢。罗云启填完了水，才淡淡的问道：有事儿？李二娘本想说给拿鸡蛋的事儿，一瞧人家里盛了黄澄澄的一大碗，顿时就说不出口了。目光一转，又瞅见了雪白的挂面条和放在坛子里那清透的油，不由咽了一口唾沫。哎呀，没什么事儿。这个我就是过来啊，看看韩兄弟。那我就先走了哈。李二娘眼红的转过身，罗云启不冷不热的说道：以后缺德的事少干点，小心遭报应。李二娘气得咬了咬牙，小跑着走了。韩烨看了李二娘一眼，低声道：他男人死得早，日子过得也不容易，以后别搭理他就是了。这年头谁过得容易啊？要不是他儿子欺负咱们蓉蓉和韩墨，我才懒得跟他废话呢。听罗云启说了咱们蓉蓉和韩墨，韩烨的心里顿时涌出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滋味。接着罗云启就收到了系统的提示：男主好感度加10，猪肉上架。罗云启顿时僵住了，下一秒他激动地抱住了韩烨，跳着说道：太好了，我们终于……说了一半，又把有肉吃了4个字给憋了回去。还没发生的东西肯定没法说，谁知道韩烨哪下子突然恼了，又把肉给收回去，还是保守点儿，先把肉拿出来藏好才是自己的。一抬头却看到韩烨正眯着那双狭长的眸子看着自己，这才意识两人几乎已经贴到了一起，赶紧把手放开了，讷讷地说道：那个你先进屋去吧，饭好了我喊你。我还不饿。说完就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了。瞧着韩烨比自己还害臊，罗云启总算平静了一点，一回头却见俩小的正趴门瞧着他，不由恼羞成怒，举着勺子说道：我去偷看，再看就打你们屁股。俩孩子现在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怕他了，顿时嘻嘻哈哈的跑了。一家人终于吃了顿饱饭，未免韩烨问起豆油，罗云启就先招了，说是他们村有一个姓王的人家卖的，他看到了就买了点。韩烨对此并没怀疑。你先睡吧，我给孩子们补补衣裳。韩烨摇了摇头，目光中有丝怜惜。你走了那么远的路，昨晚又没睡好，要缝衣服也不差这一天。四目相对，罗云启心里涌起一股温暖，他也确实累得慌，便点了点头。躺倒床上的瞬间，简直是说不出的舒爽。外的老娘常说，好吃不如饺子，坐着不如倒着。就在他以为韩烨要再等一会儿的时候，却见韩烨解开了袍子，直接钻进了被窝。罗云启本来是平躺着的，手顿时碰到了韩烨的胸口，只觉皮肤触感紧致，线条分明，顿时吓了一跳，忙把手收了回来。心神一放松，困意顿时就来了。迷迷糊糊中，忽然闻到了一股糊味儿，顿时坐了起来，却发现自己的腿正毫无形象地骑着韩烨的腰。罗云启赶忙把腿拿了回来。罗云启考虑下次要不要把腿绑上，却见窗外闪出了一片光亮。罗云启吓了一跳，使劲地摇晃了韩烨一下：快起来，好像着火了。韩烨倏然睁眼，愣怔地瞅了他一下。罗云启又重复了一句：
火呀！顿见房后火光冲天，罗云启也跟了出来，不少邻居都被惊动了起来。众人慌忙救火之际，一个干瘦的身影偷偷溜进了院儿。罗云启见来了不少人，便担心起了孩子，和韩烨说了一声，就回了前院。一进门就看到有人溜进了屋，立即拎起门口的笤帚，无声无息地跟了进来，却见那黑影正四处翻找，立马一笤帚拍了过去。李二娘没想到这时候还会有人回来，立即哎呦了一声，一下就被拍坐到了地上。罗云启听出了他的声音，一把就将李二娘揪了起来。来人啊，有人偷东西！这会儿火也被打得差不多了，人们都来到了前院，就连住在村西的刘长武也都赶了过来。李二娘立即狡辩：你胡说八道，我是来救火的。罗云启立即揪住了他的衣襟，2颗鸡蛋顿时掉了出来。李二娘的脸顿时绿了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这是我们家的。韩烨上前了一步，冷冷淡淡地说道：李嫂子刚才说是救火，为何救火还会揣着2颗鸡蛋？